Hello，大家好，我是何何。我已经完成我在英国1年的硕士的留学历程了。然后我主要是读 UCL 的 Business Analytics。那这支影片的话，就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这堂课到底是在学什么。这部影片的话，主要会分成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的话，我就会先分享这个课到底每学期在干嘛，然后在学什么。那第二部分的话，我就会来分享我到底推不推荐大家来读。那第3个部分的话，就是如果我要来读的话，我课前可以做哪些准备。那如果对这支影片有兴趣的话，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UCL Business Analytics 跟大部分英国的硕士的状况就是一样的，我们就是分3个学期，然后前2个学期的话就是上课，就是学生坐在台下，然后会有讲师在上面上课的形式。那第3学期的话就是写论文。那我觉得在 UCL BA 的写论文这一点就是非常特别，那我就留在后面详述。好。那在第1学期的部分的话，我们总共有4堂课，然后是礼拜1到礼拜4各有1堂。第1堂是 Statistical Foundation， 第2堂是 Business Strategy， 然后第3堂是 Marketing Analytics， 然后第4堂就是 Programming。那现在我们在一就是详述这几堂是在上什么。那第1堂的那个 Statistical Foundation 就是统计课，会从最基础的几率啊、常态分布，然后到比较深的 Predictive Analytics 的统计的基础逻辑。我觉得英国的课程就是比较重视逻辑跟概念，就大于一些复杂的计算。我觉得英国的考试的难度应该是大概是跟我们以前课本上的牛刀小试的难度差不多，所以如果你是在台湾受国高中教育的话，我觉得这堂课应该是不会太难倒大家。第2堂课是 Business Strategy， 这是我最喜欢的课程之一，因为这堂课的话，上课方式比较像是翻转教室的模式，就是我们在上课之前，老师会先给我们看一些教学的影片，那主要是讲概念。我们需要学习的概念，然后跟一份 reading 跟一个 case study。所以在上课之前，其实你就要先把这些课前阅读的话先准备起来。那上课的时候呢，主要就是以讨论的形式，然后来进行。那主要就是讨论就是 case study 的内容，所以整体的上课过程中会多一点互动的感觉。那这堂课的我觉得最大的亮点就是，它除了教一些基本的策略的概念，然后一些分析的方法之外，我觉得它最关键的是，我觉得教授非常强调，身为一个资料分析师，如何转化就是这些资料技术的语言，然后给其他的 stakeholders 知道。就是身为资料分析师的话，就会非常清楚知道，就是这一点有多重要。就是身为资料分析师，你最希望就是你的分析的结果可以让大家接受，进而影响策略。所以在沟通上，如果你讲太难，就是别人听不懂，那他们可能就会觉得说他不想听了，然后可能你的意见也不会被采纳。那如果你讲太简单，别人可能就会觉得说这我早知道，我干嘛需要就是分析师来帮忙？一个资料分析师如果清楚的沟通就是自己的贡献，然后跟这些资料的价值，然后进而影响决策，是在就业过程中非常重要。那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觉得教授就是真的教得很好。身为一个上过班之后再来上的人，我觉得就是收获满满这样。第二有印象蛮深刻的部分，就是有一堂课教授就叫我们大家发言，然后希望可以分享自己分析的结果。然后有一个同学他就举手，然后他就是讲了就是蛮技术的，就非常详述自己用了怎样技术，然后讲得太深，然后呢教授就马上打断他说你这样太复杂了，就是你的老板也听不下去，然后你被 fire， 然后就这样很真实的环境，然后大家其实都哄堂大笑。但我觉得其实教授就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让大家就很印象深刻说我要怎么样将自己的分析内容跟其他的 stakeholders 分享，这样才是真的有影响力的。那再来第3堂课呢，也是我超级喜欢的一堂课，就是 Marketing Analytics。就是这堂课的话呢，主要是想要告诉大家怎么应用一些分析的技巧，然后在行销的领域上。然后这堂课的话，如果再简而言之的话，就是要教大家怎么使用 R 这个语言。
但这一堂课为什么会让我很喜欢？是因为我觉得老师非常非常非常用心，就是他会把整个10周的课程，然后串成一个 case study 的感觉，就是你可以陪伴一个同学，然后解决一个商业的问题，然后那个同学一开始就是只会用最基础的商业分析的方式去解决问题，然后到他最后可以用 machine learning， 然后去做一些 segmentation， 然后去做一些精准行销的分析，然后去影响决策，然后你就会因为前后就是会蛮一致，然后其实我也觉得蛮贴近就真实的行销会遇到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堂课是非常收获满满。然后像我就是过去也是有做蛮多行销分析，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帮助的话，就有点像是把我过去上班做的那些事情更有逻辑的串在一起，然后而且我就觉得会更有感，然后我就会回想一下我过去做过的专案，然后想说哦，原来我遇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还有 A、B、C 不同的解决方法可以去解决这样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就是收获也蛮大的。然后礼拜4呢，就是我们 programming 的课程。那这一堂课简而言之就是教你怎么写 Python。然后这堂课就是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硬，它是从你第1周到第10周，然后你要从一个完全不会 coding 的白纸，变成了一个可以稍微去建预测模型的一个人。所以你就想想，就是要怎么样达到这个效果呢？就是中间的过程一定是非常的高压。我们除了礼拜4上课之外，我们每个礼拜5早上8点要起来考30分钟的上机的考试，主要是会考10题 Python 考试。那这一个10题的 Python 考试也不是那种很填鸭的，就是很直觉，就是打出 coding 就好。它是会给一些比较逻辑的问题，然后你要试着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样，身为非母语人士的另外一个痛点是，你还要先了解那个英文逻辑，然后呢再写出 coding 这样。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那个 coding 考试也不是到非常简单，就是像我之前其实是就已经有学过 Python 了，然后我大概撑到第2周的考试之后，我就觉得超级难。就是我周围完全没有学过 Python 的同学，然后他们更是有些人就是每次考试完都非常崩溃，然后甚至是有人其实每次考试完，然后呢都会就是爆哭这种。所以呢，就这堂课就是真的压力非常非常非常大。这堂课就算是一个蛮不太容易的一堂课。第2学期的话，一样是4堂课，然后是有2堂必修，然后跟2堂是选修。那必修的部分的话呢，第1堂就是 Operation Analytics， 主要上的内容有点像是如何用一些数学或是统计的方式去帮助商业上面做一些决策。那比较经典的案例就是，比如说像是饭店，他可能会想要超卖一些房间，那他到底可以超卖几间？那这个背后的逻辑就是，你必须要先了解有多少人其实他订了房间，但他最后一刻可能会取消，就是先做一个这样子的预测，然后你才可以预测说你可以超卖多少房间。那相同的例子的话，也可以用在航空业，有点像是航空业你可以超卖多少经济舱的位置啊，或者商务舱的位置，可以达到就是 profit 的最大化。那还有其他的case， 像是如何预测工厂商品的良率啊，这种也是会在这堂课教，算是一个范围蛮广，但主要的话就是会学习蛮多数学方式去协助一些商业上的决策。然后另外一堂课呢就是 Predictive Analytics， 那这堂课的话主要就是在上更深的机器学习的方法，所以如果对 Data Science 有兴趣的话，就是这堂课应该会算是一个蛮好的入门。这样选修的部分的话，我是选修 NLP 跟 Technology Entrepreneurship。那在这个影片就不详述就是这2堂课在教什么，因为其实选修的话是可以选蛮多的，像是除了我们自己BA 的选修课之外，你也可以去修 Management 或是 Entrepreneurship 或是Finance 或是 Computer Science 的选修，所以就主要看当学期有开什么选修。那我自己会觉得可以往2方面，第一个就是你很确定你毕业要做什么的话，
你可以往你毕业要发展的那些课程去选。那如果另外一个就是你其实还不知道自己毕业要做什么，就你还在迷惘中，那我觉得可以就是打听一下，就你第3学期的专案可能会用到哪些技能，然后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所以我们第3学期一样是要写论文，那这个论文的特别之处在哪呢？就是我们的论文的话是会跟一间公司去合作，然后呢来产出这个论文。那这个合作模式不是只是公司给了一个 case， 然后要你解，而是我们真的成为那间公司的员工，然后呢去帮公司解决他们实际上遇到的商业问题。怎么选择公司的话，其实主要有3个方式。第一个是学校会媒合，然后帮你找。第二种方式就是你可能就是有配合的公司，然后你也可以跟学校申请说你要跟这间公司合作。那第3步的话，就是你可能是自己本身是想要创业的人，你也可以用你自己公司的 case 去写这个论文，这样，所以算是还蛮弹性的。那大部分的同学的话会选择第一种方案，就是跟学校配合的公司合作。那我自己也是走这个路线的，所以我就可以分享就是我走这个路线的心得。那就是会有一个蛮严谨的面试过程。首先呢，第一步就是学校会在第1学期结束的时候呢，公布有哪些公司会跟我们合作，然后他们总共是开了哪些分析的题目。我们身为学生，那我们就可以选1到10个志愿。这里面的公司其实是还蛮多种的，就有厉害到就那种非常大的公司，就你跟所有人讲，然后呢所有人都会说哦，我知道那是哪一间公司的那种超级大的公司。然后也会有那种很小的，就是刚创立，然后只有1个人，然后也没有办公室的那种非常非常非常新型的新创。所以就是主要看就是个人的选择，就是有没有你想要去的公司啊，然后那个题目是不是你喜欢的。然后这个志愿排完之后呢，学校就是会分配6个志愿给你，然后让你投履历跟做 video interview。但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就是不论是履历跟拍摄 video interview 的部分的话，学校都会有额外配合的厂商或是和学校自己的资源，可以协助你，就是帮你改你的履历啊，还有调整你 video interview 的内容，所以其实都还蛮多 training 的过程。然后我真的觉得这个收获就是超级超级大，因为它就是完全教你就你完全不会学履历，然后它就是会有一个1对1的服务，帮你改履历、调整你的履历，跟告诉你说你还需要补充哪些技能。到video interview 就是有点像是你怎么去在一个短短的1分钟里面去 sales 你自己的能力，然后怎么去调整你的面试的过程。除此之外的话，还会有一些面试训练，就是完全的就是一个完整的面试训练版这样。履历跟 video interview 之后呢，如果你被公司选中，那再来就是会进到面试的环节。那面试的环节就是还蛮像正式的面试的，然后每间公司的面试的风格不太一样，然后有些公司的面试就是1对1，然后聊一下你过去的经验啊、能力，然后这样可能就结束了。然后另外有些公司的话，其实会有一些技术的考试，可能会是当场要你写code，然后去解一个 case 的问题，或是他会给你作业，然后你要回去写完，然后交给公司，然后公司再去做评估跟筛选这样。所以我觉得算是一个还蛮真实，然后也蛮硬的一个面试过程。但我觉得就是算是蛮好的训练吧。这里就是稍微分享一下我第3学期的心得，就是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我是进到就大公司，然后非常知名的公司，然后也是我之前就是非常想要进的公司。然后因为是进到大公司，所以是完全被当成他们的员工。第3学期的生活模式就比较像是
要跟他们的正职员工一样，就我会有他们的 badge， 我会有他们公司的电脑，会有他们公司的 email， 就完全像是一个正职员工。享有的就是公司福利也都是一样，就是我可以去参加公司的大会，然后参加公司的一些活动，参加公司的聚餐，就完全成为一个公司的员工这样。所以对我来说，就是除了能够在自己很喜欢的公司做我自己的专案，帮公司解决问题之外，我觉得我还满满的体验到就是在英国上班的过程，然后这也是我之前来英国读书很想要体验的事，所以我觉得也算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然后呢，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我觉得我自己遇到的 mentor 还有主管都非常非常好。就是我当时其实在面试的过程中，我的主管就有问我说比较不擅长的事情是什么，就还蛮经典的面试题目。然后我当时是回答说跨部门沟通还有 presentation 的能力。然后我当时就会觉得，那可能就是一个面试的套路，其实他们可能根本就不会放在心上。但其实在我加入之后呢，就是我的主管给了我超多 presentation 跟跨部门沟通的经验，就是小至我们小部门的 presentation， 中至可能跟我们整个 UK region 的 presentation， 然后大至就是我甚至有跟所有 global leader presentation 的机会。然后，所以我就真的非常非常感谢我主管，就是给我一个这样子的工作的体验。其实我们几乎就是被公司当一个正职，然后所以算是有增加一个在英国的工作经验。那其实如果你想要留下来在英国工作的话，在英国的工作经验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其实他们大部分很重视工作经历，然后也会很重视说你是不是有在英国的工作经历，所以你多了这样子的经历的话，就是在之后未来投履历也很加分。第二点的话，就是有些媒合的公司，就是结束这个 project 之后呢，是有机会被转成他们的就是长期的正职，然后有些甚至会发工签给你啊，这种就是周围也有同学有这样子的案例。所以我觉得对于想要留在英国工作的话，算是还蛮加分的一件事。就是应该也很常听说，就是英国的不论是实习啊工作都非常难找，然后如果有学校媒合的话，真的是就是事半功倍。先讲个前提，如果你现在还在犹豫是不是要出国读书，你刚大学毕业，然后你还在犹豫要不要出国念硕士的话呢，我个人还是建议，我觉得如果你现在手上有一个蛮好的 offer， 是你喜欢的 offer 的话，我觉得先工作，然后有一点工作经验的话再读硕士。我自己会觉得那些书读起来会比较有感觉一点，你会更知道业界是需要什么，那你真的会知道原来你学这些东西会在哪里用上。我觉得那样读书起来会更有动力。好，如果现在回来，你现在就已经决定要出国读书了，然后你不确定你要不要选择 UCL Business Analytics 的话，我个人话是超级推荐。这个系它设计课程的方式，我觉得非常用心，就是它每堂课其实都是有相关联的。比如说是 coding 课，比较难提到的如何应用跟如何沟通的方式的话，就会在比较应用的那堂课补足。就他们其实都是前后呼应的，然后我觉得搭配起来非常完整。所以我觉得整个课程上完呢，你可能可以从一个完全什么都不知道的人，然后变成一个可以独当一面的分析师这样。我觉得可能是同学，因为我觉得同学真的会有各式各样背景的人，然后其实大部分人其实好像都有工作经验，我有点忘记比例，但可能有6-7成，就大部分都有工作经验，而且他们过去的工作经验都是来自世界各国的很知名的公司工作过的同学，就我觉得 UCL 可能有特别选过，所以你可能在读书的期间，就除了上课这些内容的话，我觉得跟这些同学互动的过程中，也可以增加蛮多不同的视野，而且可能你同学之中就有人是你未来想要去的
dream company 里面上班过，所以你可能就可以跟他有做 connection 啊，或者了解他们工作的内容的状况。所以我觉得同学这方面也是非常加分，就同学之后真的都很优秀。主要就是分成2种人嘛，就是你已经有程式经验的人，跟你没有程式经验的人。那我觉得，如果你有程式经验的人的话，就是如果你是会 Python 啊、SQL 任意语言，那我觉得你就是可以轻松的什么都不用准备去上课。上课的时候呢，我觉得都是跟得上的。那如果你是完全没有程式经验的人的话，我建议在上课之前，可能可以先学一些基础的 Python， 或是学 SQL。要学 Python 的原因是，就前面有提到，就是第1学期的第4堂课的 Programming 是要把你从完全零基础的人变成一个可以建预测模型的人。你可以想象那个学习的曲线有多陡峭，然后加上你可能完全就也没碰到程式语言，一开始其实会很慌张，然后马上那一周就要做小考，我觉得那个压力真的是超大。建议就先学过 Python， 稍微有一些基础的概念，然后再来学，就也不用学到很深，会稍微比较轻松一点。就是第1学期的话，我周围就有朋友可能24小时都在读书，24小时很夸张啊，但他们可能就是一整天，早上上课啊，然后下午读书，然后晚上吃个饭，然后又一直读书，然后读到可能凌晨1、2点，然后隔天又继续读书，这样，这可能也不是大部分人想要留学有的生活。大家想要留学生活，应该是除了读书学到自己要的东西之外，然后也可以体验一下不同国家的文化跟生活。那我觉得，如果是需要那么努力读书的话，其实就是会少了这些部分。所以我觉得，如果在课程开始之前心有余力的话，把 Python 学起来是最好的。另外一个有提到的是，可以先学 SQL 的原因是，因为其实 SQL 就是一个可以跟资料库沟通的语言。你想想，就是写一些 code， 然后你可以从资料库里面拉资料出来。那身为资料分析师，就是你一定要有资料可以分析嘛，所以这个语言其实是在真实的职场中不可或缺的。但其实可以听到刚刚就是前2学期其实都没有一堂课是真正在教 SQL， 但是呢，第3学期其实很多公司的专案的要求，其实你有 SQL 是很加分的。所以可能你比较有企图心，然后你想要进到大公司，然后或者你想要拿到自己的梦想专案，我觉得有 SQL 是会非常加分。所以我也建议在课前的时候呢，可以先学起来。那这以上就是我对 UCLBA 上完1年的心得分享。那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都可以在留言告诉我。那谢谢大家收看这支影片，那我们下个影片见，拜拜。